近日，美国驻菲律宾使馆要求菲方遵守美国的所谓制裁令，对参加马尼拉湾填海工程的一家中国企业进行所谓制裁。菲方在美方施压下宣布暂停中企施工，并进行环境等评估调查。正在东南亚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两度就南海局势表明立场。直接点名批评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兴风作浪，以服务美自身地缘政治战略的行径。据外交部网站12号消息，王毅在访问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期间，同两国政要就当前南海局势交换看法，阐明中方立场，表示中国和东盟多年来在共同努力下，南海局势实现总体稳定，也为各自发展提供良好环境。王毅重申，中方愿意同东盟各国一起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相信彼此有能力和智慧维护好南海和平稳定。王毅表示，美国等一些势力唯恐南海不乱，不断在这一海域兴风作浪，最近又借仁爱礁争议煽风点火，在中非之间挑动是非，怂恿对抗，破坏南海和平安宁，以服务美自身地缘政治战略。中方希望地区国家对幕后黑手保持必要警惕，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主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王毅说，希望菲方恪守以往达成的共识，珍惜双边关系改善积累的互信，尽快同中方相向而行，寻求管控海上局势的有效途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东南亚和大洋洲研究所副所长骆永坤告诉深圳卫视记者，王毅的这两次表态传递出重要信号，一方面是对美国的长臂管辖画出红线，另一方面也显示中国与东盟关系不受域外国家干扰。新总统马克思上台以后，美国加大了对菲律宾的投入，包括在这个地方建立新的军事基地，加大了跟菲律宾的各领域的合作吧，尤其是军事合作。所以说我们看到，在美菲军事合作加强，在美国大力推进印太战略之后，这个地方的南海的形势就开始持续紧张。所以说美国是南海局势最大恶化的推手，这个一点也不过分。8月5号，菲律宾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派出2艘船只擅自闯入南沙群岛仁爱礁海域，企图向非法坐滩军舰运送用于维修加固的建筑物资。中国海警船依法予以拦阻，使用水炮实施警示。事件发生后，美方的一系列表现却令人不得不怀疑，这次争端或许就是由美国暗中挑唆。美国国务院和五角大楼先后发声明指责中方支持菲律宾，还声称或将触发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中国外交部和国防部也迅速回应，敦促美方停止利用南海问题搬弄是非。值得注意的是，菲总统马克思当时表态称愿与中方进行对话解决分歧。10号，他又透露已经与中方就此事进行协商，释放出为事件降温的信号。但美国驻菲大使馆此时又跳出来，声称参与马尼拉湾填海项目的企业包括一家中资企业。据菲律宾马尼拉时报报道，美国驻菲大使馆声称，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此前参与了中方在南海岛礁的吹填建设，现在又参与菲律宾的填海项目，因此要求菲律宾执行美国的黑名单，制裁这家中国企业。美方还宣称，中国交建参与的填海工程距离美国大使馆非常近。但美方这种干涉菲律宾内政的做法遭到菲律宾政界一些人士的批评。参议员埃斯库德罗表示，美国无权通过其驻菲大使馆要求菲律宾政府对一家中国企业进行制裁。他还强调，菲律宾并没有与美国签署必须执行美国法律的条约。在美方施压下，菲律宾环境部10号暂停中国交建承包的马尼拉湾22个填海工程，并将展开对这些项目的环境和社会影响审查。美联社也在报道中煽风点火称，在因污染而臭名昭著的马尼拉湾中填岛会遮挡民众欣赏日落的景观。实际上，马尼拉湾填海造岛是菲律宾政府的重点规划，旨在解决该国首都地区发展用地严重不足的窘境。菲方批出了6个马尼拉湾填海项目，中国交建参与了其中的2个，包含22个工地，其中距离美国大使馆最近的一处约为250米。菲律宾首都大马尼拉地区有超过2500万人口，2018年开始提出填海造地计划，其中仅帕赛地区的一处名为马尼拉太阳能城市的工程包含了3个人工岛屿，被认为获益将超过10亿美元。
对于美方又一次长臂管辖的举动，骆永坤认为，非近期在南海问题上与中国对抗的一系列做法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未来一段时间，我们应该可以看到中国跟菲律宾关系可能会持续的紧张。那么这种紧张的背后，应该说美国的因素是非常的强大，不仅仅是在南海问题一个方面，那么包括经济上的所谓的希望东南亚国家跟美国加强合作，然后进行脱钩。所以说，美国挑动这个南海局势以后，他希望通过跟菲律宾这种全方位的这种合作，进一步达到他在亚太地区所达到的所谓希望的拉拢东南亚国家挑动中国的这样一种战略目的。在中美竞争加剧的大背景下，美国正大力拉拢南海沿岸国。美国总统拜登8号透露，他很快将访问越南，声称越南希望提升与美国的关系，成为美国的主要合作伙伴。但他并没有明确谈及访问日期。今年4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出访越南时就曾透露，安全问题是美越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已敲定向越南移交第3艘巡逻艇的事宜，以增强越南海岸警卫队的能力。布林肯还称，美越关系是美国拥有的最重要且最具活力的外交关系之一。We're also working together to advance our shared vision of a free and open, prosperous, secure, connected and resilient Indo-Pacific.骆永坤指出，美国对越南示好的主要目的是挑起海洋安全问题。美国希望进一步推动越南在南海问题上有更大动作。那么，美国通过一边是越南，一边是菲律宾，那么会进一步搅动这个地区的这个南海的局势持续的紧张。所以说，我们下一步要关注的就是美国在南海问题上跟菲律宾、跟越南之间持续的这种军事的合作，包括海警的合作，以及包括在捕鱼问题上的这种合作。在东南亚3国访问行程方面，11号王毅结束对新加坡的访问，抵达此行的第2站马来西亚槟城。11号下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与王毅会见。安瓦尔愉快地回忆起今年年初对中国的成功访问，表示中国是马来西亚可信赖的好朋友，马中关系特殊友好，双边合作强劲有力。王毅表示，中马发展理念相近，有着广泛共同利益，愿同马方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拓展合作领域，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马来西亚外交部12号发布了王毅在槟城访问的大量照片，显示现场气氛十分融洽。在马来西亚外长的介绍下，王毅体验了当地特色美食榴莲。骆永坤在接受深圳卫视采访时提及一个细节，即此次将会面地点定在槟城，这是因为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这几天在当地有公务活动。中方也爽快同意将访问地点定在槟城，显示中马双方对两国关系都十分珍视。就不论是在布城相见还是在槟城相见，双方之间都会就我们所关心的一些问题进行深入的沟通，尤其是这个海洋问题、战略问题以及彼此的这个核心的利益关切。所以说，我觉得下一步中马关系还会进一步深化稳定。那么中马关系的稳定，应该说是整个中国东盟关系以及整个南海问题稳定发展的重要的基础。马来西亚资深媒体人邱仁杰告诉深圳卫视记者，近来中马高层频繁互访，显示双边关系高位运转。近期中非在仁爱礁方面有一些不愉快，王毅此访有助包括马来西亚在内的东盟国家及时了解中方立场。马中关系今年真的令人感到欣慰，从中国空军8翼飞行队到访人大委员长访马、香港特首访马，再到中国外长访马，两国关系深化和友好程度绝对是一个区域的最佳模范。正值中非在南海局势紧张，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的到访反映了中国对东盟友好关系的关注，让东盟充分了解中国在南海问题的立场，建立与东盟的共识，特别是中国与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南海共识与谅解。外交部今日官宣，王毅在访问新马期间谈及南海问题，明确指责美国在破坏南海和平安宁。您对此怎么看呢？主持人好，过去1周，也就是自8月6日以来，在菲律宾方面的造势下，中非两国围绕仁爱礁的争议事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但这与其说是中非之间的争端，不如说是中国在与隐在幕后的美国进行博弈。因此，无论仁爱礁风波是不是美国的阴谋，事实上这已经不重要了。美国已经明确把问题指向了中国，试图将中国塑造成对于菲律宾
乃至是所有东南亚国家一个不可信任的敌人，由此为美国在区域内的领导地位制造某种合理性和必要性。美国既然出招了，那么来而不往非礼也。所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出访东南亚3国，并在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会面时强调，美国冲撞中国底线的本质，美国已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同时，王毅还明确点出，美国借仁爱礁问题煽风点火，是在中非之间挑动是非，是破坏南海和平安宁。真实目的是服务美国自身的地缘政治战略，这就是中国对美国做出的反击。中国不会随小人起舞，也不会任由小人胡来。那么，在您看来，当前南海问题的本质是什么？中美在南海问题上的新一轮博弈又意味着什么呢？我认为南海问题实际上有2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最直观的，那就是南海的战略重要性。我在之前的评论中多次提到过，全世界1/3的海洋贸易要经过南海，同时南海也是中国南方经济腹地的地理屏障，因此无论中美对于南海都有着充分的战略诉求，这个我相信不必赘述。第2个维度则是南海的国际关系复杂性，也是南海问题的本质。我们现在一提到南海问题，脑海里浮现的就是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争议。这实际上是不准确的，或者说就是西方舆论想要塑造的片面真相，为了把中国描绘成一个所谓挑战南海和平与稳定的大恶人。真正的大恶人实际上是西方过去的殖民主义侵略在东南亚地区留下了大量的地缘矛盾和隐患，至今仍然困扰着区域内的各国。这就导致东南亚国家内部的安全互信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几乎每个国家都倾向于通过强化军事建设来应对复杂的安全问题。如果你去搜军备竞赛，你会发现这个概念在冷战后频频与东南亚国家联系在一起。我再举个例子，全世界有2个国家因奉行毒虾战略而闻名，即强调军事威慑力而让周边国家不敢轻举妄动。一个是被阿拉伯世界围绕的犹太人国家以色列，另一个就是东南亚的新加坡。这种复杂的安全问题才是东南亚区域内真正的困境，也是美国的军事存在能够长期停留在南海的原因之一。但问题是，它不是唯一的解决方案，甚至依赖域外国家对于东南亚国家自身长远来说还是有害的，因为它削弱了区域内各国自身通过合作和建立安全互信来从根本上真正解决问题的动力和能力。同时，域外国家也不是做慈善的，他为了保障自身的利益，也会故意不解决问题，甚至刻意制造矛盾来彰显自身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所以，中美在南海问题上的博弈，实际上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南海国家，努力在南海国家的内部范围内，通过合作、对话、机制建设来构建足够的安全互信，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区域内的复杂矛盾，扫清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余毒。而美国另一方面则要千方百计破坏这一点，继续分裂南海国家，分裂东盟，保持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复杂矛盾长期存在，为美国作为一个域外国家所谓维持当地秩序和平与稳定制造必要性和合理性。